阿庸，青锁妹妹在那边呢。主上回来了。走。青锁妹妹，身体可好些了吗？你脚受伤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出来做什么？青锁妹妹，这么久没见了，你就不想姐姐吗？啊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大冢仔已经做主把我许给阿庸了。啊？什么？主上？怎么，一个下人也敢对大司空大呼小叫吗？碧香，天有点凉，我们回房间吧。是。妹妹，够了。阿庸，我只想跟青锁妹妹聊聊天。阿庸，阿庸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我以为只有我这见不得光的人才会如此落魄，没想到你也一样。你来的正好，陪我喝一杯。这酒喝多了，一觉醒来也就好了。可情若深了，怕寻遍天下也无药可治。最近你的牢骚怎么多了？所谓关心则乱，不关心则寝食难安。若你是我，该如何选？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何你不告诉青锁，那日我去凌霄阁救她，是受你所托？何必为了一个女人暴露你我的关系呢？这么说，你是信不过她了？女人心还得真。无尘，你为大周付出的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你能做到的，我也理应能做到。话说，这宇文护与妙无阴早有勾结，延晚进入大司空府，就是妙无阴安排的。找到了离商剑，就想着镇魂珠。他们已经很心急了，不惜一切塞个人进来。还好我宇文邕对付女人有一套。至于大冢宰府，就要靠你了。说到大冢宰府，有一事不得不说，大冢宰夫人袁氏已经消失了将近1个月了，说是回老家看亲戚。我派人去那里监视了很久，都不见其踪影，恐怕此事另有蹊跷。皇上说的对，活着才是最不容易的事。我不能就这样死了，更不能这样稀里糊涂的死。我一定要查出自己的身世，更要查清楚江陵之事。夫人，你起来啦。你的脸色好多了。你不知道，你刚回大司空府的时候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还是皇上的威力大，皇上一来，夫人你就好了。碧香，你说这些话，将咱们大司空放在哪儿了？严姑娘，我来吧。妹妹最近好像憔悴了许多。哎呀，头发也掉了不少，脸上还有皱纹呢。妹妹，女人可不能这样自暴自弃，面如枯槁、邋里邋遢，会被自己夫君嫌弃的。哦，这也怪不得妹妹，
妹妹为了自己的心上人长途跋涉、赴汤蹈火，没想到竟然是个负心汉。唉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被人抛弃，怎能不憔悴难过？要是阿庸这么待我，我恨不得一死了之。严姑娘，还是我来吧。知道您的是关心夫人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夫人的仇人，故意前来滋事的呢。放肆！急着讨好你们家主人，竟然不分尊卑，出言无状。哼！严婉，我才是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没过门的做主。即使你要嫁进大司空府，也请你记清楚，尊卑有序。袁清锁，哼，我是来找我们家夫君的。怎么，夫君不在啊？是他昨晚没来，还是他对你失去了兴趣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进门？大司空府里面最多的就是女人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，所以你给我记好，好好做你的侧室夫人。要不惹事就各自相安，要想挑事，就请记清楚，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袁清锁，阿庸，是，妹妹起床了，脸色看起来好多了。气色不错。昨日来不及跟你细说，大冢仔把婉儿指婚给我做了侧室，以后你们就分属姐妹，要好好相处。那是自然，我跟清锁妹妹啊，早就情同姐妹了。清锁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恭喜，妹妹为人大度，怎会不懂阿庸的心思？以后我们姐妹同心，一起服侍好阿庸。姐姐说的对，姐姐可一定要把大司空照顾好了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慢着点啊！总管，大部分食材都按单子准备好了，可其余的香料要下个月才能运到。下个月还有7天就是主上生辰了，到时候皇上、大冢仔都来，没有香料怎么行？5天之内必须到。是。哎，这里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好东西都被你泛滥了。没什么，为什么不让看？难不成你藏有私货？我说碧香，我哪来的私货呀？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，快走。学什么不好？学那个凶神恶煞的严姑娘，都是仗着有主上包庇，就美上了天。哼，要是主上生辰还没有买到香料，看你到时候凶不凶？你站住！干嘛？没事，走吧。没事，叫我干嘛？吓我一跳。夫人被严婉欺负，我又被你欺负，唉，我和夫人还真是难解难寐。唉，夫人，夫人，参见大冢仔夫人。姑母，清锁，姑母听说大司空要娶严婉，就赶紧从随州赶回来。你不要紧吧？清锁，啊？哦，他娶谁与我无关。你说的这是气话，毕竟他是你的夫君。平素四弟有个风流的名声也就罢了，现在居然把严婉娶回家，那严婉哪是省油的灯啊？过些日子，你就知道后患无穷了。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
不过，你姑父指婚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本来就不稀罕做他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，更何况争宠，我才懒得浪费精神呢。青锁，你是我的侄女，要是心里有什么事儿，受了什么委屈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会为你做主的。多谢姑母。对了，姑母，我想请问，我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件事情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前些时候遇到一些来自江陵的人，我觉得他们的乡音特别亲切。想想我失去了记忆，连自己在哪里出生都不知道，可为何竟然会觉得江陵的口音特别熟悉、特别亲切呢？所以想向姑母打探一下。你确是随州出生的，之后你父母双亡，是我故人把你看大的，或许是照顾你的奶娘是江陵人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江陵口音很亲切。辛苦姑母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命薄，虽说嫁入了大司空府，可整日奔波不得安宁。记住姑母说的话，你跑来跑去，还不是要回到大司空府里来？日后可不得再使性子，好好的待在大司空府里过日子才是。师父，请你成全我和四哥哥吧。等你找到镇魂珠再说吧。是。为什么这香气会让我想起这样的事情？这是真的还是梦境？青锁，你怎么了？不知姑母用的是什么香料？青锁闻到这股香料的味道，觉得特别熟悉。傻孩子，你当真是失去记忆了。姑母身上的味道，你自然是最熟悉不过了。姑母说的是，青锁闻到这股味道，就觉得心里暖得很。不知姑母用的是什么配方啊？配方，我倒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野花制成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就让人给你送过一些来。多谢姑母。还没过门呢，就这样，真不知羞耻。参见嫂夫人。参见大冢宰夫人。妹妹，果然是一对璧人，难怪大冢宰要成全你们呢。姑母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夫人小心。四弟，我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你和婉儿，祝你们圆圆满满，白头到老。谢谢嫂夫人。夫人，您身子骨刚好，又大老远的从大司空府跑到皇宫来，不如回屋歇着吧。参见皇上。青锁，朕听闻青锁姑娘非常喜欢马，你倒是帮朕看看这匹马如何？耳立，鼻阔，四肢矫健，毛色纯而不杂，气态非常。皇上，这是一匹好马，是我见过的马当中分属第2的良驹。青锁，朕听闻
青锁姑娘非常喜欢马，你倒是帮朕看看这匹马如何？耳立，鼻阔，四肢矫健，毛色纯而不杂，气态非常。皇上，这是一匹好马，是我见过的马当中分属第2的良驹。青锁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朕知道你心里非常不舒服，不要憋在心里，都说给朕听，说出来，你就能够轻松一点。皇上，这些日子，我真的有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我也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这种感觉朕知道。有时候，走着走着，发现自己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好像迷路了，好像失去了希望。但其实，路就在那儿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它而已。你放心，青锁，只要朕还活着，就一定不会让你失去希望。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，就一定会有找到真相的一日。朝政良多，内忧外患，皇上不必为我担心。朕没有保护好你。皇上，如果没有皇上的照顾，我哪能活到今天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元清锁要做回当初的那个元清锁，不再委屈，不再逃避，不再听之任之，也不枉皇上对我的信任和照顾，不枉我这辈子活在这个世上。好，这才是朕认识的青锁姑娘。皇上，我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我想去一趟史局，不知皇上准不准？你是想去查有关江陵一案的记录？对，与其静而待之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朕就知道你不会就此颓然不醒的。那皇上答应了？你就放心去吧，就说是朕的口令，他们自然会极力配合。多谢皇上。这匹马，这匹马是朕赐给你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看来朕这里没有选择。夫人，又找了这么多，我连秦朝的竹简都搬来了。这些都拿走吧，就剩这2个。啊，还要放回去啊？自然要放回去。在哪里拿的就放回哪里去，不可错了位置。陆主子，这么多，你以为史局是什么地方？记住啊，这里所有的书都只能在这里看，不能带出史局之外。那这里这么多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？依你们这个看法，有2、3个月就差不多了。啊！去吧。
这不就是夫人要找的吗？唉，为什么这里记载的都是战场上的事情，跟我想起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呢？唉，姑娘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著作，我没事。不过，有关江陵记载的史书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哎呀，我哪里是什么著作啊，不过是清洁保存这些史书罢了。姑娘，你想找什么有关江陵的记载啊？唉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对，我只知道，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，杀过不少的老百姓。哎，嘘，姑娘。打仗那是王侯将相的事情，可哪次打仗吃亏的不是老百姓啊？是啊。君侯心慈，则百姓安康啊。著作，你可知，当年文皇帝出征江陵时，是不是真有百姓遭到屠杀？没错。要不是姑娘提及，老朽还想不起来呢。是有个白水镇，就在江陵40里外，虽属江陵地界，并无魏朝官兵镇守。咱们的文皇帝却带领人马将那里的老百姓杀了个精光。白水镇，这是为什么？哎呀，生意难测，帝王家的事谁能清楚？姑娘，你还是别打听了。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没有史书记载？哎呦，那恐怕是我老糊涂了，记错了。著作，此事有关我的身世，还请著作明示。青锁姑娘，哎呀，老朽年纪大了，真的是记错了。著作，要是著作不方便说，就告诉我，当年有谁和文皇帝同行就好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。这著作关乎我一家人的清白，还请著作。是啊，著作，你就说吧，实在不行，陛下给你跪下了。别，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老朽糊涂了，今日的话全当梦话吧。是。当年随同文皇帝出征的人，现在的官职与当年文皇帝于先朝所做的官职等同啊。哦。那当年文皇帝在朝的官职是？著作。陆著作呢？这位著作真是的，人那么老了，腿脚倒还蛮快。唉，他自然是有难言之隐吧。我们走吧。金侍卫，陆著作，辛苦了。举手之劳，多谢金侍卫。陛下，刚才那位著作说，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的人，现在的官职与当年文皇帝在先朝做的官职是一样的。只要问问当年文皇帝在先朝作何官职就好了。白水镇，怪不得我想起来爹娘被杀的地方，不像是江陵那种大地方。都怪诸葛武雪的话误导了我。只可惜我们在史局没有查到跟白水镇有关的史书记载，当时的情况还是不清楚。夫人，你看，这里面刚好有白水镇3个字。我看看。哎，陛下，你怎么能偷书呢？嘘。夫人，我是怕你在书局里被书虫咬坏嘛。偷得好。咦，那不是梅姐姐吗？参见夫人。梅姐姐，夫人，这位是梅姐姐，是我同乡，在宫中多年。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问梅姐姐。那日后
一定会有很多麻烦梅姐姐的地方呢。碧香，我们回去吧。夫人，黄昏之后千万不要往右拐。为什么？夫人不知宫里的规矩，那边是宫女祭奠一珠姑娘的地方。啊！你说一珠？是宫女，不过不是现在的宫女，是秦朝的宫女。秦朝的宫女。陈吉的妹妹端木一珠，最后盗走了镇魂珠。原来你知道一珠，梅姐姐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传说是一珠偷了天罗地宫的钥匙镇魂珠。我还听宫里的前人说，一珠的后代为了躲避始皇的追捕，隐居在南方。据说，只有端木一族的血脉才能辨别出真正的镇魂珠。什么？都是这么说的，奴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宫里的姐妹敬佩一珠的胆量，所以逢年过节都在那边的李树下祭奠一珠姑娘。那梅姐姐，你可还知道有关镇魂珠的消息？还有那端木后人，他们隐居在了南方什么地方？这些都是传说，其他的奴婢也不知道了。咦，吓死人了！夫人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梅姐姐，要是你想起什么来，一定让碧香来告诉我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妹妹也是，3天2头往宫里跑，难不成府里的饭菜没有宫里的好吃？吃吧。妹妹今天胃口不错呀。对了，跟妹妹报个喜，大冢仔已经做主把我跟阿庸的婚期放到了阿庸的生辰之日，也就是7天之后。妹妹可别多心，都是大冢仔说早办也是办，晚办也是办，不如就生辰之日，大家可以双喜同贺。今天这饭真好吃。我最喜欢吃这鱼。菜啊，丢了也怪可惜的。这些菜就赏给你们吧。碧香，你不是说菜凉了就不好吃了吗？还不快端走！是夫人。阿庸，我吃饱了。拿来。不要随便动我的藏书。我才没那么无聊。那你看什么？我看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
敢偷史局的书，是又怎样？盗毁史书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像我们这种被赶尽杀绝的孤儿，又怎么能跟你这种锦衣玉食的大司空相比呢？再说了，这种掉脑袋的事，怎么能牵扯到大司空呢？怎么？你是觉得今晚我没有吃饱，特意跑到书房来把我气饱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是严婉是大冢仔指婚给我的。我管你要娶谁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可是大司空府的侧室。宇文邕，你要娶严婉，还是要娶别家的姑娘，我通通都不想管。什么大司空府侧室，什么夫人，谁爱当谁当去，我不稀罕。要怪就怪我自己运气不好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，我也认了。不过，我根本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你为什么总抓着我不放？难道你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孤儿，没有亲人，没有记忆，就应该任你们玩弄，任你们利用，任你们欺骗吗？不，我从来都不想做你大司空府的侧室夫人。只是我一醒来，就在这大司空府里，大家都称呼我夫人，我也认了。不过现在，就连袁清锁这3个字，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清锁，这一切都怪你的父皇宇文泰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哼，我不说就能堵住世人的悠悠之口吗？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查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查到，不过我知道你没有告诉我真相，因为你害怕承认你父亲做的那些错事。你不要信口雌黄。你凭什么说我信口雌黄？除非你告诉我真相。我说过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那你查到了吗？你要是查不到真相，那就请你告诉我，当年到底有谁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，我好自己去问个清楚。你就这么急于查明真相吗？你到底是想找到你的身世之谜，还是想找到证据证明我父皇就是你灭门的仇人，然后就与我撇清关系？那又有什么分别？袁清锁，我说过，这一次我是不会放开你的。你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在我宇文邕亲自查明真相之前，谁都不能栽赃我的父皇，就算是你也不行。看来文皇帝在你心目中当真是个好父亲。不过我始终不明白，区区一个刺史为何会请命出征江陵？为何会带着官兵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？刺史，你太小看我父皇了。父皇是太师、大冢宰、柱国大将军，后被追封为文皇帝，何来刺史一职？大冢宰，原来当年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，竟然是宇文护。袁清锁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没想做什么，我只知道，当年你父亲被追封为文皇帝，可我却不知道，你父亲当年竟然也是这样的辉煌。真的没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该走了，不然待会儿你的婉儿妹妹来了，显得尴尬。哼，这个宇文邕自命风流，不过才2个女人而已，就吃不消了。大冢宰，您说清锁姑娘会上当吗？鱼儿已经上钩了，只需要给她一些时日，她猜到当年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是寡人，她自然会溜出大司空府来找寡人，拿出最宝贵的东西来跟寡人交换。这么说，这镇魂珠就指日可待了。就看袁清锁有多聪明了，他越聪明，我就越快得到镇魂珠。
本仙子索要解药。洛云求仙子，就把解药给洛云吧。哼，郑洛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药可是你自己拿的，现在你又要解药去给高长恭解毒，你当本仙子是什么人？任你呼来喝去，无所不从吗？长恭现在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长恭了。仙子，洛云错了，我不想再抓住他的心了。洛云求仙子，只要你能将解药交给洛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此话当真？只要是为了长恭好，要洛云做什么，任凭仙子吩咐。哎呀，姑娘，风儿都快找了你一天了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啊！姑娘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快，姑娘被人劫走了，快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快！殿下，云姑娘被人劫走了，就在那边，快！青锁，青锁怎么了？这戒指怎么会在你这里？是元千锁伤了你。洛云，洛云！姑娘，快去请太医。是，把最好的金疮药拿来，快！齐国第一美女，究竟犯了什么错？郑家用心良苦培养出来的女子，现在居然成了这样！明月兄，你放心，我会给洛云一个交代。长恭，你告诉我，洛云因何受伤？青锁，殿下，金疮药。洛云，长恭在这里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姑娘温柔善良，从来礼让三分，不肯得罪人。到底是谁这么狠毒，对我们姑娘下这么狠的手？殿下，请让属下派人调查，不管是谁，绝对跑不出金庸城。站住！还用查吗？殿下，请三思啊！在罗云未醒之前，草率定论，恐有不妥。青锁姑娘只是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，怎么可能连伤两人？尤其是夫人的身手，你也清楚。别说咱们这些行武的军人，哪怕是一般的江湖高手，也难近身。殿下，不要再说了，姑自有分寸。青锁，青锁姑娘，青锁，青锁。殿下，姑娘虽然伤势严重，但已无大碍。卑职给她开了补气血的方子，每隔2个时辰煎了，给姑娘服下，再好生将养些日子，自然就会好起来了。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若卑职估计的不错，过了今夜，姑娘就能清醒，请殿下放心。那她脸上的划伤会不会留下伤疤？这个卑职会尽力而为，究竟结果如何，这还要看天意呀。宋王太医，
是。王太医这边请。殿下，救命！成功。洛云的伤已无大碍，不必担心。明远兄，我出城几日，府里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洛云若醒了，叫他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要去哪里？长安城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给我闪开！快，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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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这里就是贵宝斋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这么气派，连女人都这么耀武扬威的，世道变了。对，进去看看。我看看。来，姑娘，你需要什么首饰啊？你闪开，叫你们掌柜出来。这位大姐，你们需要什么首饰？我伺候便是。你伺候？我们姑娘可是余州盐刺史的掌上明珠，马上就要嫁给大司空，成为他的侧室。你这等小角色，伺候得起吗？快，叫你们掌柜的把最好的货拿出来，怠慢了，小心你的小命。是，小的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姑娘，你看这个簪子多好看，最衬姑娘的肤色了。姑娘，要是多买几盒胭脂水粉吧，擦得美美的，让大司空每天都围在你身边，看都看不够呢。多嘴是。她就是要嫁给咱们大司空的女人。要说啊，大司空还真是艳福不浅呐。前一阵刚娶了一个女儿，这么快又来了。我可是听说啊，不是咱们大司空想娶，是人家偏要嫁呀。大冢宰指婚，不娶不行。哎呦，那这女人了得呀，怪不得这么耀武扬威的呢，是大冢宰身边的红人啊。你们几个耳朵聋了吗？听不见别人胡说八道吗？给我把这些多嘴的贱民抓起来！再说就掌嘴。是。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贵客到，姑娘，这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啊！我的个娘啊！这样的女人谁该要啊？闪开！都闪开！快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快点！你看看，快闪开！闪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你别乱说，咱们主上不是那样的人。要不是贪恋美色，为什么要把严婉娶进来？凭咱们主上怎么会看不出来那个严婉嚣张跋扈，专门欺负金锁夫人？哎，你个小丫鬟，按主上吩咐照顾好夫人就行了，别老想着管主上的事儿。就是因为有了像你这样不辨是非的侍卫总管，主上做错了也不知道劝，才会让夫人这么伤心。你就敢在我这胡闹！哎呦，我说大总管呐，求求你好不好？夫人的幸福可就在你手上了，你去跟咱们主上说一声吧。那个严婉真的娶不得。不去，咱们主上自然有他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你要这么想知道，你自己去问问。天天跟在主上身后，你会不知道？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主上，反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主上，哎，你回来呀！哎，主上，怎么了？主上，你不能娶严婉姑娘。为什么？你要是娶了她，她一定会骑到夫人头上的。到时候不仅夫人难过，连主上都会很惨。回去照顾夫人。奴婢正在照顾夫人，照顾夫人可不是一朝一夕、端茶递水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全身心的照顾夫人，包括夫人的未来。
包括夫人的未来。夫人的未来就在主上身上，要是主上不能好好珍惜，那夫人就没有未来了。夫人的未来没有了，那奴婢的未来也没有了。要是你家夫人趁你出来为她找未来的时候逃走了，你就真的没有未来了。糟了，我是去厨房给夫人拿参汤了，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主上，奴婢告退。主上，还有喜事的诸多事项要办，属下告退。主上。夫人可曾按时吃饭？回主上，夫人今天胃口不错，早饭午饭都没落下。这会儿刚刚睡下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只要她不出去，所有的要求都满足她。是。贾六，贾六，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别吵吵，夫人刚睡下。这个夫人脾气好，就算吵醒了也没事啊。你还是想想怎么应付新夫人吧。哪个新夫人？还有哪个新夫人？当然是严家姑娘啊。今天早上高高兴兴出去买东西，回来就大发脾气，好端端的茶碗茶壶都给砸了。现在啊，挨个仆人都过问婚礼准备的事了，你赶快去回个话吧。可是我走不开啊。话不可是传到了啊，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这个严家姑娘真是要人命啊！哎，得，那我还是速去速回吧。新夫人旧夫人，哪个都能要了我的命啊！趁陛下不在，我去找宇文护问个清楚。终于肯好好吃饭了。主上，还有5天就是主上的大喜之日了，迎娶的事情属下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份是当天宴请的宾客名单，还请主上过目。你做主便是。毕竟严婉是大冢宰府那边的人，凡事多留神些，给大冢宰一个交代就行。主上，主上连办喜事，依属下看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啊。无非是大冢宰又在我身边多安插了一个耳目而已，无妨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主上，好像有心事。最近右眼总是在跳，难道是什么不祥之兆？主上，西座传来消息。下去。是。大司空，高长恭于今日已达长安城。果然要出事。主上，高长恭又进长安城了。高长恭，他怎么还敢来？这个高长恭，貌似风流倜傥，胆识过人，可做事未免过于鲁莽。上次要不是主上您的计划十分周密，他怎能如愿离开？眼下长安城沿线密布，危险重重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这次来了，可就走不了了。怕只怕他是为了云清锁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绝不会让他把云清锁带走。多派人手过去查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
为何元清所昨日会问我关于父皇的事情？居然还是官职。这个西夫人可真够难伺候的，动不动就拿咱们下人出气。大司空府里，主子对奴才从来都是极好的，这以后恐怕日子再没那么好过了。什么新夫人？只要一日没嫁过来，就算不上什么夫人，还是清所夫人好些，从来对我们下人都是和和气气的。我看这个颜婉啊，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大家闺秀，好好的姑娘家，之前就整天赖在大司空府，和清所夫人什么姐姐妹妹的，一看她就知道她没打什么好主意。哎呀，还不是清所夫人性子好，就这么容着她，那叫什么？养虎为患。清所夫人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，本来身子就弱，真担心她憋出病来。说的也是，主上不知道被严婉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对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参见严姑娘。你们还知道我是谁？元清所究竟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让你们这么死心塌地为他说话？你们尊重元清所，我赞同，但倘若是借此诋毁本姑娘，我绝不姑息。奴婢不敢。别当我是瞎子眼子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今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，难保你们下次不长记性。春雪，给我打！是。元清所，你个绊脚石，论姿色，论身手，你哪点比得上我？竟然让所有人都为你说话，若不除了你，我演完以后只怕难以在大司空府立足。站住！元清所，你现在越来越猖狂，竟然大白天的就明目张胆的想逃走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说过，只要我再见到你，我就绝不再放手。所以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大司空府侧室，要不然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以为我在大司空府待着，就会比死更好受吗？你别忘了，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宇文邕，我怕我继续待在这里，会忍不住杀了你。不就是想报仇吗？只要一刀，你举家的仇恨就全报了。我想不到我宇文邕在你元清所的眼里，仅仅是个仇人的儿子而已。若你笃定我父亲便是你灭门的仇人，今天来呀！我就会原谅你了吗？你这样，不过是在为你父亲的杀戮寻找借口罢了。你让我走，我走了，或许就会找到证据。若你杀不了我，就乖乖留在这里。我答应你，会将当年江陵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一清二楚。当年去江陵，除了文皇帝以外，剩下的就只有大冢宰宇文护了。就凭你跟宇文护之间的尔虞我诈，你认为他会告诉你真相吗？跟你这个伪君子相比，我宁愿相信宇文护的话。元清所，原来昨日你当真是在套我的话。对，因为当时我只知道，跟随文皇帝出征江陵的人，现在的官职跟文皇帝当年是同一官职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原来就是宇文护。你居然连宇文护出征江陵的事情也不告诉我！元清所，若你不知死活，必不可带领大司空府，带领皇上。怎么，你承认了？哼，
你承认你父亲宇文泰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杀了我全家。我说过，我会查明真相，给你个交代。就凭你会查清楚吗？我宁愿相信宇文护，至少他坏得清楚。只要我给他对他有用的东西，跟他交换，他就会告诉我真相。你别想，我不会让你去。若你今日踏进大冢宰府，只怕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就算搭上我的性命，哪怕只有半点的可能，我也要去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你今天能看得住我，明天就能吗？就算搭上我的性命，哪怕只有半点的可能，我也要去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你今天能看得住我，明天就能吗？哦，想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住我，因为你要听大冢宰的话，迎娶严婉了。你跟严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同样卑鄙无耻，同样不仁不义。宇文邕，我恭喜你。放开我！宇文邕，放开我！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永远不会。夫人不做，要做囚犯。好，我今日就随了你的心愿。来人，主上，主上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，4班只岗轮流把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陛下，主上。拿家法！宇文邕，主上饶命！陛下知错，陛下真的知道错了。宇文邕，你不能这样。陛下，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主上说让陛下看好夫人，陛下失职，没有看好夫人。是我偷偷逃掉的，跟陛下无关。你要罚就罚我，要打就打我。把夫人拉开。是。宇文邕，你若是一个谦谦君子，你就不应该对一个奴婢用这样的酷刑。你不是说你更喜欢坏得明明白白的吗？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看看我坏的样子。宇文邕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，你尽管冲着我来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不是早就决定要恨我一辈子了吗？陛下，你可认罚？奴婢认罚。夫人，秦总，陛下，你如意了吗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进那个牢笼里去。夫人，没事。让奴婢看看你的伤。不必了，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了。只是你险些受了家法。夫人，陛下没事。主上那么生气，还不是因为着急，怕夫人离开大司空府又受伤。
主上很少这么着急上火。主上能为了夫人这样，是因为主上心里装着夫人，把夫人看得比谁都重。你不必安慰我。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主上了。他这一边，奴婢看得出来，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可没想到夫人竟然为了救奴婢冲了上来，就撞在了鞭子上。没想到宇文邕在你的心中竟然是个好人。主上自然是好人，奴婢还没见过哪个高门大院王侯将相家对下人这般好的。主上从来不责罚下人。之前小翠去收拾主上的书房，失手打了一块主上心爱的砚台，主上什么都没说。虽说这次主上是动了真气，可奴婢看得出来，那鞭子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夫人，碧香这么说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夫人，你别怪奴婢多嘴。奴婢这些下人都知道，主上对夫人可是真心实意的。之前每次夫人出了事，主上都是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这次你回来，全身冰冷，昏迷了好几天，主上不眠不休地守在夫人身边，抱着夫人，直到把你捂热。碧香看到这些，就觉得好感动。眼下，主上不准夫人出去，势必是有别的原因呢。他为什么这么憔悴？好像几夜没睡。严姑娘就要嫁进来了，夫人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啊。幸而主上对夫人有情，依碧香所见，夫人也对主上多热络些才是啊。哼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他自己的权位，他只是怕我死了没法跟宇文护交差。进护卫。严姑娘，夜晚有事要求见大冢宰。请。高长恭此次来到长安城，必然与青锁姑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依属下看来，这倒是个除掉高长恭的好机会。还不到时候。难道凭大冢宰府的实力，还不能手刃高长恭？寡人要杀的不止一个高长恭，要利用高长恭引出我想杀的人，一网成尽。你派人悄悄去查高长恭的踪迹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主上，严姑娘求见。请。严姑娘，请。多谢大冢宰成全婉儿，让婉儿和大司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婉儿特地备了些薄礼，孝敬大冢宰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主上笑纳。严婉深夜造访，怕不只是为了感谢寡人这么简单吧？什么事都逃不过大冢宰的眼睛。能够嫁给大司空，本是婉儿的心愿，也是大冢宰的美意。可惜袁清所总是从中作梗，装模作样，煽动下人诋毁婉儿，婉儿实在是举步维艰呢。哦，照寡人看来，清所的本性不该如此。清所妹妹本来温婉善良，可是大冢宰有所不知，这次回来，她不知着了什么魔，处处跟婉儿作对，还跟大司空作对。大冢宰，袁清所已是一招死棋，
他能做的，婉儿都能做到，还能做得更好。若大冢仔能让元清所彻底消失，婉儿必定为大冢仔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元清所能为寡人找到镇魂珠，婉儿也能。寡人早已确定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镇魂珠当真在大司空府吗？怎么，你不相信寡人？婉儿不敢，婉儿必定找到镇魂珠献给大冢仔，到时候还请大冢仔不要忘记婉儿的心愿。去吧。婉儿告辞。夫君，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？就算事务繁忙，也要爱惜身体啊。刚才妾身看见阎王姑娘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来告青锁的状。可惜青锁这孩子，本以为把他留在四弟身边，多少能帮上咱们大冢宰府的忙，可没想到，偏偏出了意外，丧失了记忆。还好现在有了阎婉，阎婉心思聪慧，妾身想夫君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。没有元清锁，哪来镇魂珠？夫君说的极是，青锁是非不分。妾身还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把青锁带出来，关在严密的地方，由妾身看管着，夫君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是没心情想这些了。倒是皇帝事事和寡人对着干，我这边忙着与突厥修好，他那边却准备与突厥作战。要不是有人修书给我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。朝堂上的事，妾身不懂。这个皇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寡人哪有他的今天？看来上次寡人对他还是心太软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。明日我要让他看看阳奉阴违的后果。这里是军事重地，请马将军带领5万精兵北上，镇守边关。臣领旨。只是臣有些疑问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马将军有话尽管说。臣听闻突厥有意将阿史那公主嫁给大司空，以借双方秦晋之好。既然可以不出一族一马，和平共处，皇上为何要大动干戈呢？朕也是逼不得已。朕知道大冢仔和突厥素有往来，此番和亲，只怕是在大冢仔的全盘计划之中，不得不防。而且，一旦与突厥和亲，齐国必然会怀疑我大周的结盟诚意，到时候也会误了周齐两方的联盟。战事一起，百姓必然遭殃。朕若非被逼无奈，也实在不愿出兵。皇上思量周全，是臣思量不周。臣必当倾尽全力镇守边关。好，还要劳烦徐司徒出使齐国，以周齐联盟关系为借口，一探他们对突厥所持态度，切不可泄露了大周的行动部署。臣领旨。另请赵将军带5000人马，暗中保护徐司徒，固守在大周与齐国的边境，以防我大周与突厥突起战火之时，齐国趁机偷袭。参见大冢仔！大冢仔，大冢仔，大冢仔到！兄长行色匆匆，
所谓何事？行色匆匆。若寡人再不行色匆匆，只怕这大周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兄长何出此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拒绝和突厥和亲？这可是文皇帝为四弟定下的亲事。大主宰，事亦时宜。所谓和亲，以微臣看来，无非是突厥的一个托词。突厥虽然久盛不衰，可毕竟久居深北，周齐两方势力相当，无需借助突厥聊以自保。更何况，突厥答应和亲的条件是，每年大周要送给突厥的金银布匹、粮草器具无以计数。这一来，突厥本无诚意；二来，送大批的贡品，必然会削弱我大周的国力呀。小小司徒，遑论国事。难道寡人的叔父、皇上的父亲、文皇帝都没有你眼光长远吗？大主宰，皇上，微臣只知道，拒绝和亲必然伤了突厥的颜面。他们一旦大举入侵，战火四溢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。一国之君，难道竟没有替百姓想过吗？大冢宰，突起战火是百姓之火，朕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朕已与诸位大臣刚刚商议了应对之法，大冢宰何不……好，既然皇上已有了良策，那微臣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臣近日身体不适，需要在家好好休养。皇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冢宰，朕还有一事想与大冢宰商议。关于四弟的婚事，朕觉得不妥。四弟迎娶青锁不久，青锁又身在病中，此时再娶，恐有损四弟名声啊。你是在乎四弟的名声，还是在乎袁青锁的名声？青锁姑娘曾在与齐国的和谈中出奇制胜，也算是有功之人。更何况，青锁姑娘又是大冢宰的内侄女，维护她的名声，于公于私都不为过吧？皇上说得好，寡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公。袁青锁多次擅离长安，与齐国往来密切，实属罪大恶极。绝不会因为她是寡人的侄女，就去姑息。一旦寡人找到证据，寡人会亲手将她判罪问斩。还请皇上在寡人找到实证之前下禁足令，不要让她离开大司空府。还有，5日后四弟大婚，还望皇上亲临祝贺，稍尽兄弟之情。臣告退。皇上，皇上。你们几个在要害处守卫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为了对袁青锁竟然如此大费周章，宇文邕，我看你是枉费心机。就算你不想天罗地网，我也要为母亲和陆云讨回一个公道。哇，好漂亮的花！哎，新被子，真暖和。啊，好漂亮的毯子。跌打损伤的药都齐了。咱们主上对夫人的脾气秉性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对你们夫人来说，吃药可比吃饭重要的多。等等，这套茶杯的颜色我不喜欢，给我换套更雅致的。
是。还有那套桌子，跟这些家具的颜色根本不搭。来人，主上，把这张桌子换了。是。墙上的画也全换了，我喜欢山水画。适可而止吧。怎么，舍不得了？心疼啦？刚才不是还满口仁义道德的说要给我想要的生活吗？这些当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不然呢？好，大司空府里家具画卷多的是。来人，主上，把屋里的陈设按照夫人的要求全部换掉。是。主上，又多加了2队侍卫，1队守护大门，1队就守护在外面。相信夫人这回安全了。这安全的不是我吧？安全的是你们大司空的心。夫人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君子，好一张骗人的利嘴。我要是你，我会在心中窃笑，伪装得真高明。倾心付出不过如此，就算他恨你怨你，依然舍不下忘不了，还痴痴地想着要见他。我若不是想着与他见面，你怎会几次3番地往外跑？若不是想与你见面，他怎会再次潜入长安城？什么？殿下来了长安城？我这辈子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脸。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与他的事，大司空还是少费心吧。来人，主上，给我看好这里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。是。主上，大司空府府内府外都加派了大量侍卫，想必已经知道高长恭进入了长安城。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想置元清所于死地，真是一个好诱饵。有没有找到高长恭的下落？主上，属下已加派人手，可目前尚未找到高长恭。高长恭已潜入天子脚下数日，在长安如逛闹市，这个皇上毫无作为，好日子只怕要到头了。看来大周的气数要尽了。依属下看，大周朝真正的气数就要来了。此话怎讲？大冢宰才是大周朝的真龙。如果高长恭行迹败露，突厥因为大周毁亲而大肆进攻，内外夹攻，大周朝的百姓必然对皇上失去信心，人心惶惶。到时候就是真龙现世，执掌大权的大好时机。到那时，不光大周朝的百姓要臣服在主上脚下，就连齐国、突厥也要向主上低头。大胆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尔等怎么可以胡说？属下知罪，属下知罪，请主上责罚。是。